大家好，我是庆，今天和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的欧式面包配方，做法也是超级简单。100克的生的燕麦片，加入500克开水，新手建议预留15到20克开水，最后根据面粉的吸水性做适当的调整。搅拌混合好，放置15到20分钟，让麦片吸收水分，充分的软化。20分钟后检查一下温度，比自己的体温稍微高一点就可以了，大约在35到40度之间。温度太高或太低都会影响正常的发酵。加入3克活性干酵母，10克的盐，注意盐和酵母不要放在一起。然后加入2大勺橄榄油，大约30克。搅拌混合均匀。搅拌好后，加入400克高筋面粉，混合所有的材料，最后和成比较稀软的面团。这个面团的含水量大约100%，所以只需要搅到没有干粉的状态就可以了。加盖保鲜膜，放置10分钟。10分钟后，给面团做一次拉伸折叠。如果比较粘手，可以在手上蘸一些凉水。从面团的一边开始，温柔地从底部拉起面团，然后向中间折叠，4个边都拉伸一次，这就完成了一次的拉伸折叠。加盖保鲜膜，让面团2次松弛10分钟。10分钟后再进行第2次的拉伸折叠。再次加盖保鲜膜，松弛10分钟，然后进行第3次的拉伸折叠。经过3次的拉伸折叠，面团的面筋越来越好。加盖保鲜膜，让面团发酵至2倍大。我今天用的是烤箱自带的发酵功能，恒温设定，而且自带湿度，所以不需要再放水在烤箱里，只需要发酵20分钟就已经发酵至2倍大了。在面板上多撒一些面粉，把发酵好的面团倒扣下来。面团依然粘手，所以在表面也要撒一些面粉。用手指的力量把面团轻柔地压扁压大，不要用擀面杖来擀压，那样会破坏面团的内部结构。这时候在表面可以撒一些自己喜欢的坚果和干果。我今天用了60克的核桃仁儿，30克的蔓越莓干，如果没有也可以选择什么都不放。撒好后稍微的按压一下，防止整形和烘烤的时候掉落。然后平均分成6等份，每一份都像这样拧一拧。烤盘上铺一张比较长的烘焙纸，拧好的面包生胚直接放在烤盘上，面包之间要用烘焙纸隔开，因为面团比较稀软，这样隔开可以塑形，不至于在发酵的时候面包生胚摊得很薄，同时也防止粘连。码好后放入烤箱，用发酵功能2次发酵到1.5倍大，大约需要20分钟。烤箱没有发酵功能的，常温发酵就好。常温发酵大约需要30分钟左右。注意观察，发酵至1.5倍到2倍大就可以了。轻按面包生胚的表面，能够缓慢回弹，就说明发酵比较好。这时候要提前预热烤箱至230摄氏度，大约需要5分钟。烤箱预热好后，放入面包生胚，
摄氏230度，华氏450度，烘烤18到20分钟。如果有条件，再叠加蒸汽5分钟。烤至表面金黄就可以出炉了。这款面包材料非常的健康，没有糖，没有鸡蛋，只是加了健康的橄榄油，添加的燕麦和面粉完全的合并，比全麦面粉更容易消化和耐受。出炉的面包放在架子上自然降温。面包的表皮又薄又脆，内部是柔软但是有韧劲儿的，吃起来有一点点嚼劲儿，完全不同于软甜面包的口感，越嚼越香，完全可以当做主食享用。家人说这面包也太好吃了，赶快做第2炉吧。相信你吃过后也同样会喜欢的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、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哦。我是静，我们下次再见。